Hello，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回到 Crypto Tricks 啊。这上一期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关于 Masari 2022的这个 Crypto Thesis Report 第3章里边提到的关于比特币的10个思考啊。在上一章呢，我们也介绍了这个比特币还有 Blockchain 就是区块链的一些原理。然后呢，这一期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就是说比特币挖矿的背后的这个工作量证明 （Proof of Work），还有一个新兴的在以太坊中叫 Proof of Stake，叫持有量证明的2个机制的这么一个介绍，并且呢，这之后我们还会讨论，就是给大家更新3个这周内啊、比较有价值的3个新闻在币圈中。也是非常有意思。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开始介绍一下这个工作量证明 （Proof of Work） 的这么一个机制。所以相信大家呢对所谓的挖矿都很熟悉啊，就是所以同时挖矿呢也跟这个挖掘黄金进行了类比，形容挖矿比特币与这个黄金有相同的这种资产属性，因为它们都是有限的。然后提到挖矿呢，其实就会引出比特币背后的这个机制，所谓的 Proof of Work。在这个Proof of Work 的机制中呢，特点之一就是参与到这个网络中的节点需要提供算力，来为之前提到的网络中的提到的这个区块链上的交易进行验证。就是呢，这个新的交易需要建立新的区块，那这个区块是怎么建立的呢？就是说这块就是需要去矿工来去实现，也就是说这个比特币的新的这个 block 的 header 需要进行用算力去把它给进行加密，这个 header 也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这个 block 的一个身份证号，或者说这个 block 的一个号，它是很独特的。通过呢这个加密之后，也就是说通过用算力，然后给它进行加密之后呢，这个新的区块也就相当于在这个区块链中生成了。在这个前提呢是要被整个网络的参与者都验证通过，并且接受认可。然后呢，这个新的交易也就可以写入这个新的区块中。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产生的任何的这个手续费会作为这个奖励，也就是比特币的这个奖励来分给这个矿工。然后呢，这里边这个整个比特币的这个 Proof of Work 的这个机制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关于投票权。在这个 peer-to-peer 的 network 中呢，对比特币协议的升级或者说系统性的一些决定，是需要通过绝大多数网络中的节点达成共识，也就是说都可以举手同意之后才可以实现。这个地方就要涉及到2个概念，一个是 hard fork 和另外一个是 soft fork。这2个概念呢，我就在这里不展开过长的介绍了，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 description 里的链接，然后进行查看。对，因为获取比特币的难度会随着更多的参与进来的节点，然后计算能力而增长。这个原因是呢，需要让这个区块产生的频率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速率，所以越多的参与者提供算力，比特币就会越难挖取，并且比特币的供应量是在最初设计中最多就只有2100万枚。但比特币的设计呢，我认为，因为其本意是要作为这个流通的货币，可以让人们实现快速交易与去中心化这个增强信任这么一个机制，但是它由于它的发行量呢，是限制的，从而导致它并不适合作为这个流通货币，取代像我们现在可以在生活中就是进行交易的这种像美金或者说人民币等这种的货币，所以呢，反而它因为它的这种稀缺性被人们拿来作为这种规避风险的这个资产，或者说是风险的这么一种资产来进行投资。但是区块链的大设计呢，让 crypto 世界得以有今天的发展。之后我们会详细介绍以太坊，就是一个是我认为让区块链升华，然后让我们看到区块链在现实中有更多的就是真实应用的这么一个机制。所以那介绍完了这个 Proof of Work 呢，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 Proof of Stake。所谓的这个 Proof of Stake 是叫这个持有量证明。顾名思义呢顾名思义 Proof of Work 是以工作量、计算量来完成整个网络中的共识。那 Proof of Stake 是讲算力替换成这个抵押货币的这么一个机制来质押。
这个 proof of stake，也就是持有量证明的逻辑，实际上是与这个 proof of work 是基本一致的。它其实都是需要节点来参与到这个 peer-to-peer 的网络中，来对交易进行验证而获得奖励。但是呢，为什么会出现 proof of stake 这种机制？这里就给大家从几个角度来介绍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说，proof of stake 呢，它因为不需要用算力来进行挖币，从而它会减少很多能源和与资源的利用，或使用吧，就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节能。第二点呢，就是说它可以降低参与到挖矿中的门槛，因为呢它不需要大家来持续购买最强的显卡和硬件，然后并且持续与这个其他节点进行竞争，然后从而获得更大的挖币机会。所以，然后它第三点呢，就是说它会更去中心化，也就是说结合第二点，它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更多的人来参与到这个网络中作为节点，然后只要你有这个币作为质押就可以来。所以呢，还有一点就是它第四点，也就是它的这个 shard chains。这个 shard chains 呢，实际上让区块链网络比如这个以太坊，可以有大大提升它的这个扩展性的这么一个机制。那它可以触达到更多的群体，有更好的这个底层技术建筑，从而可以有更好的技术上的这种延展与开发吧。所以具体的这个 proof of stake 的细节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以太坊官方的文档中的讲解。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啊。这个链接呢，大家可以再点我们现在弹出来的右上方的这个弹窗，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里为了节省时间的话，我就不过于详细的介绍了。最后呢，我再介绍一下这个proof of stake 的这种优点以及缺点吧，从而让大家更好的就是理解这个工作量证明和持有量证明从设计上的一些区别和利弊。那它的优点就是说，第一呢，质押的这个方式让人们很容易参与。虽然在以太坊中呢，这个持有量证明需要至少有32个以太币来参与，但是呢，像一些这个交易，比如交易所，比如币安啊什么的，他们会提供这个 staking pool，也就类似于矿池的这么一个机制。这样的话，即使你没有32个就是以太币的话，你同时也可以参与到这个 proof of stake 这个网络中来去参与这个对新的交易的验证，从而获得一定量的奖励。那第二的优点就是说，它的质押的方式可以利用 secure shards。前面提到的 shard chains，通俗来讲，也就是说再多创建多个这个 blockchain，类似于 data sharding，也就是说将背后的机制分成多个就是平行运转的链条，并且保证这些链条保持同样最同步的最新的消息和信息，这样可以同时实现同一时间多个block 被认证，从而多倍的提升交易认证的这个效率，让整个链条的运转时间成本就更低了，从而增加这个区块链的 speed 还有它的 scalability。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呢，这个 proof of stake 持有量证明还处在一个婴儿期，就是它非常新也非常早期，所以它并没有像 proof of work 就是工作量证明那种机制，挖比特币的那种机制被多次验证它的鲁棒性。因为呢，有可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hack，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漏洞啊会发生，出现一些黑天鹅事件，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先可以对其进行一些了解和研究，然后谨慎的再进行投资。特别感谢 Michael 啊，前面 Michael 介绍了工作量证明还有持有量证明两种 reward 矿工的工作机制啊。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而且我们看这个就是以太坊2.0的一个升级路线图，就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工作量证明往持有量证明切换的一个进程中，这将主要就是由以太坊2.0升级来体现。如果以太坊2.0升级能成功，也就标志着，持有量证明将是以后的一个主流。当然，众所周知啊，这个升级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以太坊在升级的路上也是目前为止也是一直 miss 的 deadline。就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的难度。以太坊2.0的升级设想始于2019年，并将并我总并将总共经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2020年，第一个阶段在2020年的12月份已经上线了，我们叫那个 Baker Chain，它其实上是一个 testnet， 它是一个测试网。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将我们的就是 Baker Chain merge 到我们那个主网上面来，就之后以太坊将完全转为就是持有量证明这么一个机制。
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大概会在2022年的第2个季度完成。这个阶段它主要是将引爆那个挖矿难度炸弹，就是将那个工作量证明的算法的难度提高到矿工无法再使用显卡来进行挖矿。但是我们从那个 GitHub 上面有一个 EIP4345这个话题下面，我们可以就是跟那个开发人员暗示了这个进程将非常非常难恐怕不能在6月之前按时完成，所以大家对将到来的延期要做好心理准备。第3个阶段的以太坊，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Michael 说的，就是以太坊最终的一个阶段，就是它的信标链。它的大概发布时间应该在2023年。这个升级将主要提升那个以太坊的一个 capacity，就是以后每一个 transaction 将会被分到64个信标链中去分别进行处理，这样大大加速交易的速度。等到第2个阶段，等到我们现在第2个阶段完成了之后，我们现在也只能说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升级工作，接下来将会有大量的时间来适应和解决就是这其中遇到的 bug。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挖矿，像我们再回头来看挖矿这件事儿。2019年之前，中国的比特币开采算力一度占到全世界的75%，随之而来的禁令让中国在2021年7月份的比特币开采算力一下子跌到了0，大量的算力转移到了美国、加拿大、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但是比特币的币价并没有因为中国的退场而一蹶不振，在去年的5月份的暴跌之后，很快又反弹到了高位。中国的退场并没有给比特币那个致命打击，反而使那个比特币的算力更加去中心化。要知道，算力中心化也一直是比特币空头们就是看空比特币的一个理由，现在这个理由也不存在了。中国禁止比特币挖矿主要是出于能源和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考虑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能源进口国，每年生产生活需要大量的能源，比特币挖矿又是一个特别耗费能源的一个活动。目前的估计，全球比特币挖矿的碳排放量大概是在125兆瓦，然后相当于一个波兰国家1年的碳排放。不可否认，这个的确是目前制约比特币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说回中国，中国制定了2020年的碳达峰的一个长期目标，而且中国的电力主要还是来自于火力发电，对环境的污染可想而知。从这2点来看，中国的禁令倒是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中国的禁令对比特币的长期影响也很有限，就是前面也证明过了。我们今天对挖矿的原理和中国退出挖矿的介绍先告一段落，下面来介绍本周的几个重要新闻。第一个新闻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议会提出了把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作为合法货币的提案。下面来看第2个新闻，由 Terra 的创始人证实 ，Terra 生态系统购买了3 billion 的比特币作为抵押物，一方面证明了比特币在币圈的一个地位还是无法撼动的，大家首选还会是比特币；另外一方面也展示了UST 这个稳定币背后的一个强大支撑。下面我们看第3个新闻，就是灰度基金前段时间发布了一个智能合约的一个 fund， 专门投资那些同样拥有智能合约的以太坊的竞争对手们，像 Cardano 还有那个 Solana 分别占了该基金的24%，然后那个 Avalanche 还有那个 Polkadot 分别占了17%。智能合约作为一个新兴的技术，灰度也特别想在这个技术的发展中分一杯羹，但是从他们的下注来看，仿佛采用了广撒网的一个模式，赌这几个项目最后会有一个爆发。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币圈分享，大家记得点赞订阅，不要错过我们下期更新，谢谢大家。